比生离死别更悲惨的是希望的破灭，比无可期待更无望的是接受了世上无人会爱他，却仍为自己造了一个虚幻的梦境。其实魔神一生所求不过是希望有人能够爱他。叶希雾玉石俱焚，以神髓换邪果的那天，澹台烬后悔了。弥漫的回忆和草长的情丝一层又一层把他包裹得将要窒息，只有守着叶希雾的尸体，他才能获得片刻的安宁。但明罗珠的保存有限制，少女的身体开始腐臭，再浓郁的熏香也无法掩盖。在叶青玉的劝说下，红透了眼的澹台烬认识到，这样的陪伴并非叶希雾所愿。他细细地为她清洗好身体，戴上漂亮的发簪，亲自抱着她葬入了原本属于他的帝王陵墓。澹台烬之爱妻叶氏希雾墓，景和2年，仲冬15。陵墓封存，此后经年再没人进去过。澹台烬拥有了世人梦寐以求的神髓，却不再追逐强大的力量。他放下了皇位，来到吞噬凡人灵魂的鬼窟河，不愿放弃一丝找回叶希雾的可能。500年恶鬼啃噬，当他被逍遥宗的赵幽仙君所救时，止于一副空洞的骨架。如果不是屠神弩意外和骨血相融，他一定坚持不到再见叶希雾的那天。这一次，他成了逍遥宗弟子苍九明，叶希雾成了衡阳宗的黎苏苏，似乎他们有了从头来过的可能。可命运总是乐于开玩笑，澹台烬为了救苏苏，意外暴露屠神弩的存在，仙门众人开始不信任他。在昭和城，澹台烬更应赵幽仙君所求，在仙君入魔前帮他了却性命，保留最后的尊严。所有人都认定他成了妖魔，杀害了赵幽仙君。澹台烬百口莫辩，何况他不屑于辩解。他一步步被推到了苏苏的对立面，即便苏苏相信他，承诺了要保护他，澹台烬自己也没有信心了。他本就知道叶希雾来到他身边的目的，他也从没能确定苏苏是不是喜欢他。澹台烬被仙门一路追杀，苏苏再见他时，他终究成了当年的玄衣魔神。以未经修炼的身躯，在恶鬼翻腾的鬼窟河中苦寻500年，怎么可能完好无损？即便后来成为苍九明，得了仙法奥义，澹台烬仍旧年年面临着恶鬼噬体的危险。每一次他的身体都会碎裂开来，像一具碎尸被分筋拆骨，又反反复复重新长好，成为一个浸透着红色的血人。被仙门围剿时，澹台烬突然旧伤复发，眼看着皮肤开始龟裂，他不愿让苏苏看到，在狐妖的帮助下逃了开来。然而打他主意多时的四婴撑着一把红伞尾随而来，带走虚弱的澹台烬。修士误解你，凡人见你便害怕，你所爱之人恨你。500年余后的苦楚，你孤单走来，还不明白吗？本就是天生邪骨，这世间还有何处能容你？世间之事最悲不过亲手刻下墓碑，假装是你为我立的碑。统碑道开启的前夕，澹台烬换上干净的白衣，盖住眉间的魔印，背着一把剑入了皇陵。他靠在他的墓碑旁为自己刻墓碑，署名的时候，他写下由苏苏所刻，叶希雾之夫，澹台烬墓。他用幻颜珠幻化了苏苏的样子，苏苏形态的女子抱着他说：剑罪我治好了，你要贴身带着，这次一定要记得回来。凡人们说相思珠串诚心织就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生世世，等你归来了，我们永久相伴，可好？夫君，我相信你，你不是魔，你不是只会屠戮的怪物。苏苏在皇陵等着你，世人都不信你，我信你。他轻声连打着好，咽醋的笑得像个孩子。我知道你会爱我，你说相信我，你会等我归来，我答应你，很快就回来。墓碑后留下了一个玉盒，盒子里是一条金色的情丝，一串苏苏亲手串下的相思串，一条剑穗，还有500年前叶希雾赠予他的玉佩。统碑道注定开启，澹台烬抽出情丝，决意以身殉道。上古魔神倾尽大半力量创造的统碑道，能够吞噬万物，壮大自身，即便无人开启，总有一天也会吸收到足够的能量，乾坤逆转，创造一个妖魔世界。何况四婴和精灭等一众妖魔早已虎视眈眈准备多年，4枚巨生珠已经齐聚，9转玄回阵不断转化着魔气，只等一个契机便可改天换地。澹台烬一面假意行魔神之道，为统碑道开启做准备，另一面暗中以魔神之力炼化着统碑道。
当决战来临之时，他以阵中死门助苏苏突破无情岛，而苏苏不知其中真相，失望至极，最终捏碎了深藏在灵魂深处的邪骨。魔神形神俱灭，灵魂之力散入了铜碑道中，铜碑道彻底开启。苍穹裂缝中倾泻而下的力量，却并未带来众仙恐慌的末日，而是成了一个新的开始。仙灵之气混杂着妖魔之气，共同侵入山川大地。往昔被铜碑道吞噬的灵魂，一个接一个复苏，坍缩的魔域也生出了新的魔脉。苏苏这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谭台烬计划好的。即便今天他没有出现，他依旧会殉铜碑道。苏苏得知真相后，决定永镇魔域，守护天下，以守护他留下的一切。100年后，阿密从蛋壳中孵化，尚且是弱鸡鸡的一只，看得虫语心都化了。苏苏却把小凤凰交给了金灭代，自己动身去寻找小凤凰的爸爸。他在澹台皇室的皇陵中看到了紧紧挨着的2个墓碑，看到了玉盒中金色的情丝，也终于知道谭台烬是以怎样的一种状态从容赴死。他亲手刻下墓碑的时候已经服输，接受了世人无人会爱他，却又久久地沉浸在苏苏对他很好的世界里。100年了，冷漠无情的神女终于忍不住在他墓碑前痛哭出声。他可以从雷劫中死而复生，没道理魔神不可以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他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千年间，妖魔界在神女的治理下一派祥和安宁。苏苏常常离开魔域，尝试所有可能的办法寻找谭台烬，却依旧没有收获。直到小团子阿密再也耐不住妈妈不在身边，偷了洗髓印，打开结界去了凡间。他迈着小短腿在人间的街道上打听着消息，逢人便问：“你知道我的父君吗？他叫谭台烬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”天真可爱的小凤凰长得粉雕玉琢，不出所料的遇上了拍花子。阿密发现了，气恼不已，把花子们一顿好打，打累了就架着洗髓印停在镇口的树干上睡了一觉。阿密被狗叫声吵醒的时候，一个灰色的身影正背着猎物经过，他心有所感，看向了小团子。小团子眨巴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：“你知道我父君吗？”